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因为真的太喜欢吃 Mozzarella cheese 了，一直很想尝试自己做，但是又不想买凝乳酶。偶然间看到国外的 YouTuber 分享，竟然用牛奶加醋就可以做出来，实验心整个大喷发。但是实做过程却发现困难重重，看起来越是简单的食谱，其实越有难度。几乎测试完台湾大小农场的牛奶，经历了满冰箱碎碎的茅屋起司，哇醋温啊，终于做出来了！一定要给他记录一下这个 magic 的 moment， 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集，赶快分享给亲朋好友，增加一下知识也很不错。材料就只有2种，大家就自行萤幕截图，点开资讯栏可以连接到文字食谱，更多详细的 information 我会放在文字食谱里面。首先现在介绍材料，非常重要的就是牛奶的部分。全台湾各个大小农场的牛奶我几乎全用过了，只有这一款瑞穗极致低温杀菌鲜乳，这是一款经过巴氏杀菌法低温杀菌的牛乳，它强调是用72度杀菌。其实老实说，最好要用到牧场新鲜挤出来的生乳，因为没有经过温度的破坏，它的蛋白质结构才会完整。但是碍于台湾法令的关系呢，没有办法贩售没有杀菌过的生乳，所以只能使用低温杀菌的鲜乳。目前我找到台湾唯一的低温杀菌鲜乳就是这一支，所以有兴趣这个实验的朋友呢，记得只能使用这个牌子。如果大家有发现其他厂牌有低温杀菌的鲜乳，也麻烦留言告知一下。其实在实验期间，我有透过经营牧场的友人拿到生乳，但是因为它是送给我的不是卖哦，所以没有法律的问题。用生乳做出来的非常光滑，口感也更好，但是大家也买不到生乳嘛，所以我就不 focus 在那个版本。今天就用这款瑞穗极致来示范。如果是在国外的朋友，记得就是要用低温杀菌法的鲜乳。国外的朋友没有法律的限制哦，如果可以买到纯生乳当然是更好。牛奶跟醋的比例呢，大概就是100克的牛乳对上5克的白醋，大家就自行按比例倍增咯。1000克的牛乳大概可以做出120克左右的 Mozzarella cheese， 因为这一瓶呢不是刚好1000克，它是930克，所以大家还是要仔细换算一下哦。白醋的部分我解释一下，品牌很多，我用的就是最普通全联可以买到的谷物醋。醋的酸度在 5.5%， 用其他牌子的醋就尽量要用到这样子浓度的醋，用苹果醋也是可以，就是看一下酸度。柠檬汁说实话也是可以，但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，就是每一颗柠檬的酸度不一，要让整体达到某一个浓度的酸度，柠檬汁的量需要微调，所以这个变数比较大一点。既然是实验嘛，变数就要比较少，这样子比较容易成功。正式来制作了，我们先把牛奶倒入锅中，要把牛奶加热到摄氏50度，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准备一个料理用的温度计，探针式的会比较精准。我刚好有小 V 锅可以设定低温，没有的没关系，就直接加热，看温度计的显示。加热到摄氏50度左右呢，我们就可以倒入白醋。倒入之后呢，可以稍微轻轻的拌一圈，就这么轻轻拌一下就好，不要乱搅拌哦。接着就关火静置，大概静置2分钟就可以。想静置个10分钟也是没问题，然后要不要盖盖子也随便你，不影响。重点就是静置，大概就是产生这样的凝乳块就差不多了。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个过滤勺、过滤网把凝乳轻轻的捞出。这时候看起来的状态就是肥肥嫩嫩的，有点像豆花。放在另外一个滤网上面聚集哦，把多余的水分给过滤掉。你也可以用一个纱布袋，这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凝乳很碎的感觉，没错，这时候它就是碎碎的状态。我们就把所有的凝乳全部捞出，先聚集，挤掉多余的乳清，就是把全部凝乳聚集成一团。想用手辅助按压也可以。对了，手套记得一定要戴多几层哦。我一共戴了3层料理用手套，里面还戴了1对的那种棉手套，一定要保护好双手，否则后段拉伸 cheese 的时候会太烫了。这个阶段的凝乳就会呈现碎碎的状态。接着把挤出的乳清水再倒回锅中，继续加热。这个阶段的加热温度非常的重要，要把乳清加热到85到90度之间。凝乳塑形的过程温度非常的重要，这个几乎就是成败的关键。然后这个温度当然是很烫啦，所以刚刚说手套很重要。温度到达之后呢，放入刚刚的凝乳，加热20到30秒，
边加热边按压它，让它聚集。这时候它们会开始粘合在一起，然后也是这个温度让它们开始变软。眼睛千万不要眨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这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凝乳 cheese 开始有粘性，然后非常的柔软，已经不再是碎碎的状态。接下来手就开始不断的折叠按压，你会开始发现越按压折叠拉伸，它会越有延展性哦。这个阶段动作一定要快，因为只要一降温就没有办法拉伸了。你看看，真的太神奇了，可以拉伸成薄膜，像口香糖一样呢。大概可以拉伸到这样的状态，就知道你已经离成功不远了。这时候只要趁热拉伸，把光面折叠出来，就可以变成非常光滑，有点像是做面包收圆滚圆的做法。因为拍片会有进位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会有点 delay， 时间只要一 delay， cheese 温度就会下降，就不好收了。温度一降下来， cheese 就会变得比较硬，就比较没有办法拉伸折叠，是正常的。建议一次就把它收圆搞定。如果觉得不够光滑不够圆的话呢，可以再次压扁哦，然后再进去烫一次。乳清温度一样落在摄氏85到90度之间，一样可以烫个20-30秒，让 cheese 整个质地变软。这时候就可以再次取出折叠拉伸，边折边拉，它就会越来越光滑，但是动作还是要快哦，而且要注意尽量不要把组织给扯断了。像我这样不小心又把它弄断，没关系，赶快把它揉捏在一起就可以。温度够，烫到位，一定可以够柔软，越柔软就越好拉伸折叠，然后尽量把光面翻出来，否则一下就硬掉又不好折叠了。建议加热的过程呢，控制在2回。等等会给大家看折叠太多次的差异，我这样大概就是经过2次加热折叠，整体算是还不错，蛮光滑的哦。然后这个质地呢也是非常柔软，新鲜做好的可以新鲜吃，搭配番茄非常好吃。超神奇的自制 Mozzarella Cheese 已经完成了，白白胖胖的真的太可爱了，直接吃或是拿来做披萨、焗烤、沙拉都可以哦。制成品的部分给大家做个解释，这块折叠次数很多，可能有超过5-6次，而且最后加热的乳清温度比较低，所以成品比较硬，也比较粗糙，然后比较黄一点，口感也比较涩一点。这个硬度呢就比较适合拿来刨成丝。由此可知，折叠次数一定不要过多，然后再次加热的乳清温度一定要够高。这个就是加热的时候乳清温度只有50几度，然后折叠的次数也有一点多，所以表面非常粗糙，口感也是比较粉比较涩一点。这么新鲜的 cheese 当然建议新鲜做新鲜吃，如果真的没有新鲜吃没关系，就用保鲜盒加上乳清水，冰箱冷藏保存3天不是问题，或是密封好冷冻1个月不是问题。然后剩下来的乳清水也很多用途哦，你可以拿来喝，加点蜂蜜柠檬，或是直接把它打成气泡水，还是加入水果 yogurt 一起打，拿来做免揉面包取代水的部分也很好，还是说拿来做红酒炖牛肉或是咖喱饭都很搭。做成硬一点的 cheese 呢，可以把它刨成丝，之后可以拿来做披萨或是焗烤，还是做三明治都很搭。反正所有料理可以加上拉丝起司的都可以加上这个 cheese。 当然最建议的就是新鲜做新鲜吃，搭配上番茄做卡布里沙拉，再淋上 balsamico 醋跟冷压初榨橄榄油，就是非常健康的开胃前菜了。这集不交作业没关系，当做长知识嘛是不错，赶快分享给亲朋好友一起长知识，然后再去买一包 Mozzarella Cheese 来吃，解解馋。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Don't know how much you give to me, baby. You keep me